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逆袭一线顶流，程毅的不容忽视之路。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，程毅经历了从配角到大男主的转变，一部接一部的作品展现了他的高产速度。然而，他也曾遭受过被指责不适合做演员的批评。为了打破这个魔咒，他花费了10年的努力。之前，程毅因为卓伟的一则爆料而备受争议。尽管爆料中没有透露男艺人的姓名，但通过一些形容词的描述，很多人将目光集中在程毅身上，甚至有人晒出了所谓的证据。但这些证据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捏造出来的，以此来抹黑程毅。早年的程毅因为频繁有戏可拍，被贴上了欢瑞太子资源咖的标签。他和杨紫早就认识，因此被误认为正在热恋的男女朋友。而在云歌会上，他与戏里的女主角保持了礼貌距离，但被指责不敬业，遭到全网黑。由于一系列的流言，程毅备受关注。但作为旁观者，我们应该保持理智，并且不要轻信和传播谣言，耐心等待事实的真相。虽然这些意外给身处事业上升期的程毅带来了不小的困扰，但是塞公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不管外人怎么说，程毅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专注于自己的工作。他为了参透角色奇艳，几乎通宵达旦地和导演刘国南讨论，甚至给这个角色写了好多篇小作文。为了追求更真实的挨打戏份，程毅直呼让对手戏的演员来点真刀真枪的，这才有了少年朱棣无比真实的惨叫声。为了符合电影中的角色，他闭关3个月，跟老师专门学习了训犬方面的知识和技能。戏里的他可以聪明冷静，可以温文尔雅，可以淡泊名利，也可以慈悲大爱。可到了戏外，又变成了另一副面孔。打开搜索引擎，输入程毅的名字，你就会发现，除了铁粉的角色剪辑之外，更多的是他干的蠢事。好歹是2500万粉丝的演员，怎么开个直播，房间里的人数还不如个小网红，零人观看。最后才发现，直播间被他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，把捡来的苹果13手机壳硬套在苹果8上。如果你以为这是公司给他的人设，眼神里的清澈都是演出来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为了宣传新剧，程毅上了综艺节目《你好星期六》，在他出镜期间创下了开播以来最高收视纪录。你以为这些人是为了看程毅的颜值，其实是冲着他的傻气来的。一只手拿莲花指对手的同时，另一只手拿话筒说出指令，本来是平平无奇的环节，有了程毅的加入，顿时有趣起来。不是把莲花当话筒，说话忘了用话筒，就是话筒到了嘴边忘了说什么。周围人的笑声，眼神里的茫然，连何老师都看不下去了，直接站出来给他解围。都说了不要给他同时拿2个东西，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反倒澄清了外界故意扮蠢博眼球的谣言。就连自家粉丝也忍不住调侃，自家哥哥没有黑料，只有笑料。有人因为戏里戏外形象差距大，脱离了粉丝群，也有人觉得这不是蠢，而是清澈的简单。殊不知，这才是他的聪明之处。不把时间浪费在杂七杂八的事情上，就有时间给自己充充电。年少时，他顺着大多数人生轨迹，一边念书，一边玩耍，从未想过自己的未来。他也曾经像其他年轻人一样迷茫，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。然而，一次巧合让他踏上了演艺之路。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多么出彩的表现，但是程毅却没有放弃。他知道要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脱颖而出，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。于是，他开始研究每个角色，
努力理解他们的内心和情感。为了呈现出更真实的表演，他可以通宵达旦地和导演进行讨论，可以写小作文来深入思考角色。程毅并不满足于表面的形象，他希望每个角色都能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。为了追求更真实的挨打戏份，他甚至呼吁对手戏的演员来点真刀真枪的，希望能够通过真实的感受来演绎出更有力量的戏份。他不仅在演技上下了很多功夫，还专门学习了训犬方面的知识和技能，为了在电影中能够更好地和狗狗互动，呈现出更为真实的形象。然而，程毅并不仅仅是一个在戏里才能发光的演员，在戏外，他展现出了自己的另一面。他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，不管是被称为蠢还是清澈的简单，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，不将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。他善于享受生活，喜欢尝试新鲜事物。虽然有时会出一些小小的糗事，但他从不因此而退缩。他知道这些糗事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，他的粉丝也从未因此离开他，反而更加喜欢他的真实和可爱。程毅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分清事业和生活的界限。他知道，只有在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时，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。而在生活中，他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真实面貌，享受快乐的时光。他的粉丝也正是因为他的独特和真实，才深深地喜欢着他。程毅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生活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，但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努力去做，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。不要被外界的评价和眼光所左右，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才能和努力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发光发亮。直到看了电视剧，他才明确了自己的职业方向。但在小县城的教育资源不足，想要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并不容易。他面对着别人的质疑，仍然坚定地走了出来。虽然他有科班光环，但在演艺圈仍处于新手保护期。他虽然很快就接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，但之后却长时间等待机会，甚至遭遇了圈内的潜规则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因为关系户的一个空降而被替换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曾经怀疑自己当初的坚持是否正确，但他并没有放弃，他愿意尝试任何合适的角色，即使只有一两个戏份，他也不介意。如果没有人找他，他会主动招揽机会。他在配角里苦苦挣扎，并不断积累经验，最终有了机会站在观众面前。他在《青云志》中饰演林惊羽，得到了一定的名气。之后，他也在金鹰艺术节上表演剑舞和独唱，还接受了大热综艺节目一年级的邀请。但他在演艺道路上遇到了不少困难。他曾经被导演和制片人打压，说他的颜值不适合当演员，并劝他一辈子别做演员。他的作品和名气都不如别人，他的道路似乎真的很难走。但他不信邪，他决心要在演艺圈混出个名堂来。经过10年的努力，他终于在2025年的琉璃中得到了肯定。虽然他在演艺道路上吐了很多血，被粉丝戏称为吐血圈统治者、破碎感男神，但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。有了名气，有了热度，他的演艺道路将会更加顺利。程毅，一个在演艺圈默默耕耘的演员，凭借着专业敬业的态度和谦逊待人的品质，终于在近年来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一线顶流明星。虽然他早已经拥有了许多的粉丝和关注，但他却依旧保持着一贯的谦虚和低调。在和同行艺人或者剧组工作人员相处时，他总是尽可能的体贴他人的情绪。比如在天气寒冷的时候，他会把棚外的工作人员请到演员棚里休息，让大家感觉到他的人情味和关怀。
对于那些和他一起拍戏的小演员，他更是格外关注和照顾。收到的红包和奖金，他都会转身分给身边的小演员们。程毅的成功离不开他一贯的专业精神和敬业态度。他在拍摄剧集时，总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剧本和角色上，力求把每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为观众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。在拍戏之余，他也会选择发呆来缓解自己在戏中所扮演角色的情绪波动，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演员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程毅深知，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，想要获得更多的认可和关注，最终还是离不开作品和角色，这才是他所需要关注的重点。尽管程毅已经成为了一名备受瞩目的一线顶流明星，但他依旧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和实力。他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娱乐大众的人，也不太懂得那些娱乐圈中的规则，所以他更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剧本和角色中去，这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的实力和才华。如今，33岁的程毅已经成长为了一名备受关注的顶流明星，他的出色表现和专业态度赢得了无数粉丝和观众的喜爱和支持。在未来的2年里，他将有5部待播剧集即将上映，包括《狐妖小红娘》《英雄志》《迷局破之深浅》等等，其中还有一部积压已久的《爱在风起云涌时》。程毅的成功告诉我们，只有拥有真正的实力和专业态度，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立于不败之地。